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又是我们的线上读经5分钟。所以说这一章呢，其实就是说，一方面无名，无名呢，一方面无名是源自于身心，但最麻烦的是呢，此无名者非实有体啊。你连这个后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，就是我们拥有了肉体、身心之后，我们有身份，有你我他。这世界上有你我他，就像我们在玩游戏里面有很多的玩家，还有很多的 NPC，NPC 就是剧情中的一些固定人物，然后还有整个游戏的世界。最麻烦的是呢，如果它只是一个迷宫，它只是一个游戏世界也就算了，偏偏呢，此无名者非实有体。我们以为我们在玩走一个固定的迷宫，我们以为我们在玩一款固定的游戏，但是呢，连这款游戏都不是实有体，连这款游戏都在变化。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，这个迷宫依据每个来做飞行训练的人，这个模拟舱它给它不同的剧情、不同的任务啊。然后这个整个游戏世界呢，它还就有点像我们现在 AI 在生成一样，它一直在生成新的环境，它随着你的内心潜意识里的杂念，一直生成不一样的情境和剧本，在训练你，让你体验。所以说，然后呢，它又是高解析度的、非常真实的一个模拟舱的环境，以至于说你在梦中的时候，你根本不可能认为它是假的，梦实非无啊。它完全符合你的潜意识里的欲望种种的东西，所以然后又非常的真实，以至于你在当中你根本不可能够觉得它是假的。那也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才更难走得出去。所以当我们修行久了，你真的会发现，圆觉经他说的一切关键，你必须要跟清净觉连线。可是你要跟清净觉连线的时候，必须要先降服这些无名的干扰，而这些无名干扰是非常的不容易的，因为不容易去突破的，因为它会依照每个人你内心潜意识当中的欲望、执着，它会去变化不同的，你就会陷入到不同的泥沼里面去，就不容易走出来。好，圆觉经第1章。所以说这些譬喻，不管是模拟舱啊、迷宫啊这些的，我们聊到的这些譬喻，其实就是它在比喻整个世界的运作机制，但它也很抽象。所以说，光从文字的话，你要去领悟的话，你必须要悟性非常好，或者说想象力非常好。然后仅仅是领悟还没有用，你必须要跟现实生活去印证对照。总而言之呢，这里面的概念是属于很抽象的，但是呢，对我们而言，到了现在，我们是觉得他讲的很贴切，觉得这里面内容非常的真实和贴切哈。因为在人生当中历练久了，你觉得就是这样没有错，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。此无名者非实有体，光是这个东西就很多人很难突破了。连模拟舱、连迷宫、连整个剧本都在变化，被我们潜意识变化。那我们人又不容易觉察自己潜意识当中的状态和欲望，很难去觉察。然后呢，外境又在随着我们的内心变动，所以人就更难找到方向。所以这是佛陀透过这样的譬喻呢，试图让我们明白整个世界的运作机制。所以当我们读很多经典的时候，你就慢慢去建构灵性啊，灵性啊是如何的进入肉体身心啊，它是怎么样的因缘啊，所以后面的菩萨提问也会慢慢厘清这些问题哦，他越问越深入。后面的菩萨都很有智慧，他会问的很恰到好处的问题，让我们慢慢去了解。生命是怎么样进入肉体身心的？进入肉体身心之后，我们所体验的这个情境，如梦中人的这个“譬比并木见空中花”及第2乐啊，
我们在这个模拟舱当中，我们所见到的一切世界，凡所有相，它是怎么样运作的？然后我们以为这个物质世界是固定的，但偏偏呢，它还告诉你，此无名者非实有体，它是变化性的。如果这个迷宫是固定的迷宫也就算了，还比较容易解脱，偏偏它是变动的，而且它还是因着每个人的欲望而去变动。所以这种东西就是，反正每个人要自己去慢慢的去修正领悟，没有办法讲得非常的清楚。但是呢，讲来讲去你会发现，就在讲这些东西，所以久而久之你就熟悉了，好吧？永断无明，那什么是无明？什么是空中花？空实无花，其实就是模拟舱。偏偏此无名者还非实有体，它非常的真实，你在梦中无法去区分它的真假，除非你能够醒来。关键你必须跟清净觉连线，否则在模拟舱当中，你是在一个迷宫里面，而且这迷宫不断在变化当中，你就根本很难走得出去了，就在迷宫里不断陷入轮转。今天又不小心又讲了快半个钟头了，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吼，那我们就明天见了，拜拜。